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分享两款已经算是最简单的，又比较符合大众口味的酥皮糕点。一种是老式的红虾酥，一种是小牛角，我们这边都是这么叫的。这两种做法都是一样的，所以就一起分享给大家。这种糕点一般都得先制作油面，先准备300克的中筋面粉，就是家里最普通的面粉，依次加入10克的白砂糖、1克的盐、80克的食用油，最后加入150克左右的水，和成一个面团。面团不用合作面包似的揉出手模，揉的相对光滑就行。揉好之后用保鲜膜包起来，松弛30分钟。趁着松弛的时间来制作油酥，先准备250克的中筋面粉，加入130克左右的糖粉，简单的搅拌一下，加入150克的液态酥油。一会儿来说一下什么是液态酥油。最后加入5克的红曲粉上色，然后把材料和成一个团就行。接下来开始制作了，就像做饺子一样，把面团分成小剂子。准备的这份材料大概能做30到40个，看切的大小吧。分好的小剂子直接用手捏一下，按照1:1的比例包入适量的油酥。这种是小包酥的制作方法，制作简单一些，做出来口感比较酥脆，缺点就是容易掉皮，而且样子有大有小，不太好看。包好酥之后制作也很简单，撒上少许的干面粉防粘，包孔冲上，用手一按，用擀面杖擀扁卷起来就好了，尽量擀得薄一点。油酥里用的液态酥油，这种油特别香，是一种压缩的食用油，价格便宜，做出来的东西味道好，很多类似的糕点都是用的这个。但是它就像植物黄油一样，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，虽然做出来很香很好吃，但是吃多了会对人体造成很大的负担。当然偶尔吃一次解解馋没问题，毕竟糕点很多材料都含有反式脂肪酸的。也可以用家里的普通食用油代替，但是味道会差一些。这个就像在电影院吃爆米花一样，外面沾的糖比较多的就是好吃，外面沾的那层糖皮就类似于这种材料。现在可以看到已经做好了，然后放在烤盘里，把烤箱提前预热到上火180度，下火160度，不能独立控温的都用170度，放在烤箱的中层烤25分钟左右就好了。这种小糕点已经算是最简单的了，而且是大众口味，很多烘焙店类似的糕点都比较受欢迎。如果不放红曲粉，可以做成小牛角，步骤都是一样的。表面刷上一层蛋黄，撒上少许的白芝麻就行了。这种简单的糖油混合物真的能带来很多快乐，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吃。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可以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